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一个女人突然变得好看，面带福相一定离不开这4个原因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看一个女人有福相，许多人会先入为主地认为，她的幸福源于优渥的家庭背景或是美满的婚姻，是金钱堆砌出的光彩。诚然，这些外在条件确实能为女人增添光彩，但真正的福相却远不止于此。古人说，有诸内者必行诸外，这意味着内心的丰盈与修养终将在外在表现上显露无遗。岁月流转，容颜会随时间而老去，但那份经过时光洗礼，在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出的独特气质与福相，却是任何金钱与物质都无法替代的。这种福相是女人内在修养与智慧的外在体现，是岁月赋予的宝贵财富。就像电视剧《幸福到万家》中的何幸福，她从一个农村妇女进城打工，到带领全村致富创业，最后当上万家庄的领路人，这一路上的逆袭令人瞩目。看似是天降的幸运，实则是她用汗水与坚持，一点一滴铸就的辉煌。进城之初，面对文凭的局限，她只能在律师事务所担任勤杂工作，但她并未因此沉沦。在勤勉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，她积极学习，主动承担更多责任，从勤杂工一步步晋升为前台接待。即便置身于高学历的律师群体中，她也不曾自卑，反而以谦逊的态度不断求知，勇于请教。她自学法律条文，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储备，还意外地为律所带来了业务上的突破，成为了律所不可或缺的一员。回到村庄后，她凭借敏锐的洞察力，发现了旅游业的潜力，毅然决然地创办客栈，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。何幸福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她始终保持着清醒与独立。她出身平凡，却从未放弃自我提升。面对困境与挑战，她从不怨天尤人，而是勇于担当，积极寻找解决之道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幸福不是上天的恩赐，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出来的。正如苏轼所说，群居不已，独立不惧。在人群中不依靠他人，独立自省，才能勇敢面对生活的困难，改写自己的人生。这样的女人为自己的价值而活，让自己拥有更多的选择权，是一个女人拥有福相的底气。生活中这样的智慧女人很多，她们懂得提升思维，修炼内在，滋养生命力，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福相。一，女人有没有福相，就看这3个地方。一，面容好看，笑容温暖。福相作为一种深刻而直观的气质，其首要展现便在于女人的面容之上。这不仅仅是指五官的精致与否，更在于那份由内而外散发的好看与温暖。面容好看的女人，她的眼神仿佛能洞察人心，却又不失温柔与包容。她的眉目间流露出的是舒展与宁静，这样的面容如同春日暖阳，让人一见便心生好感，仿佛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她的存在就像是一股清泉，滋润着周围人的心田，带来无尽的愉悦与安宁。而常常面带微笑的女人，更是福相的最佳诠释者。她的微笑不仅仅是嘴角轻轻上扬的弧度，更是内心喜悦与善意的自然流露。无论是在家庭的温馨氛围中，还是在社会的广阔舞台上，她们都能以微笑面对一切，散发出一种令人安心的力量。这种力量能够穿透人心的隔阂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让彼此的心灵得以相通。微笑是她与世界对话的方式，也是她传递爱与善意的桥梁。她的微笑真诚而温暖，能够照亮他人的心房，驱散内心的阴霾。
在她的笑容中，人们看到了生活的美好与希望，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与善意。此外，福相的女人还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，她们的脸上从不见刻意的愁容与怨气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淡然与从容。这种淡然让她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时，能够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。这种从容则让她们在风雨飘摇中依然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与追求。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：真正的幸福与福气，并非来自于外界的给予或物质的堆砌，而是源自于内心的平和与善良。2. 心态乐观，积极向上。福相的精髓不仅仅在于外在的容貌，更深深植根于内心的丰盈与坚韧。其中，心态的塑造便是这福相之树最为繁茂的枝叶之一。一个拥有乐观向上心态的女人，自带光芒，无论周遭环境如何变幻，都能以一颗平和而坚韧的心去拥抱当下。人生如海，波涛汹涌，但正是这些起伏变化，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与深邃。因此，有福相的女人学会了以一颗平常心去对待生活的种种，不骄不躁，不卑不亢。在遭遇挫折与困境时，这份乐观的心态便成为了她最坚实的盔甲，让其能够从容不迫地面对一切挑战，不轻易言败。更重要的是，乐观不仅仅是一种面对困难的态度，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。有福相的女人总是能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发现美好，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珍惜每一份拥有。无论今天多么艰难，明天的太阳依旧会升起，带来新的希望与机遇。因此，她们愿意付出努力，去改变现状，去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而这份积极向上的心态，也让她们在人际交往中展现出非凡的魅力。她们热心助人，乐于分享自己的快乐与成功，用自己的正能量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。3. 处事稳重，宽容大度。福相的第3个显著特征在于其独特的处世之道。这样的女人在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中，总能展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从容与智慧。她们不仅拥有与年龄无关的成熟稳重，更能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保持冷静的头脑与清晰的思维。这种稳重并非冷漠或无情，而是一种深谙世事、懂得自我控制的智慧。他们不会轻易动怒，更不会以情绪化的方式解决问题，而是坚持以和为贵，以理服人。在关键时刻，他们能够迅速做出判断，展现出过人的冷静与智慧，成为家庭中的坚实后盾，职场上的可靠伙伴。而宽容大度则是这些女人身上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人无完人，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或存在不足，因此她们愿意以一颗包容的心去接纳他人的不完美，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耿耿于怀，更不会因此而影响彼此的关系。她们相信理解与宽容是化解矛盾、增进友谊的桥梁。在她们看来，给予他人宽容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善待。这种宽容不仅让他们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融洽，也让他们在面对冲突时能够保持冷静与理智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宽容大度的女人往往拥有更加宽广的胸怀与视野。她们不会沉溺于过去的恩怨情仇之中无法自拔，而是能够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去看待生活中的得与失。她们相信未来是充满希望的，也愿意以一颗宽广的心去迎接未来的挑战与机遇。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不仅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充实与美好，也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越走越宽广。2. 这样做成就自己的福相。1. 戒掉弱者思维是福相显化的开始。作家水木然曾说，一心依靠别人把自己扶起来，本身就是一种弱者思维。
总是把自己处于一个弱者的角色，认为周围的人都应该帮助自己，恰恰是弱者思维。朋友聪聪本来开开心心地去参加了个朋友聚会，结果聚会一结束，他就把一个叫小林的人的联系方式全给拉黑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在聚会上，大家伙儿都在聊自己的工作，气氛挺好的，就小林一个人在那儿闷闷不乐，跟个霜打的茄子似的。聪聪是个热心肠，就上去问小林怎么了，结果小林一张嘴就是埋怨，咱俩这么好的朋友，我工作都丢了，你也不帮我介绍个工作。你还能笑得出来？原来小林的公司裁员把他给裁了，他就看上聪聪公司的销售主管的位子了，想让聪聪给他走走后门。但聪聪虽然是人事经理，也得按规矩办事，小林的能力和经验都不够格，他就直接给拒绝了。不过作为朋友，他还是给了小林一些找工作的建议。可小林不但不领情，还连着好几个月都没找到工作，他就开始责怪聪聪了，说是聪聪故意不帮他，还在背后说他的坏话。聪聪知道后不仅感叹道，这种一遇到问题就想着靠别人，自己不努力，还老爱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，动不动就指责别人的人，还是离远点好。正如《允许自己做自己》一书中提到，强者思维碰到难题时，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怎么把它搞定；弱者思维遇到问题下意识选择依赖别人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时常会面临各种问题，但真正可怕的是被长久以来的弱者心态所束缚，难以自拔。这样的状态非但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反而会让我们更加深陷于弱者的角色之中。因此，我们应当学会首先反思自己，从内部寻找问题的根源，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问题，并努力提出解决方案。这种做法，相较于一味地将责任推给他人，无疑更加明智且富有成效。当一个女人能够摆脱弱者思维，才能真正地滋养内在的力量，从而成为拥有福相的人。2. 情绪稳定，滋养福相的内在能量。媒体人李小艺曾说过一句话，情绪稳定不是彻底戒掉了情绪，完全没有情绪，而是情绪的震荡幅度没那么大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挫折和不如意的事情，这些事情可能会引起我们情绪上的轻微波动。然而，正是在这些小幅度的情绪震荡范围内，我们可以通过学会自我调节情绪，逐渐培养出一种情绪稳定的思维方式。曾在网上看过一个故事，一位刚毕业的实习生小曼初入职场，加入了一家公司的销售团队。由于性格内敛且缺乏经验，加之被分配给了公司里最严苛的主管作为导师，同事们普遍预测他会因压力而哭泣，最终难以通过试用期。然而，小曼却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，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期，成为了公司内唯一在短时间内获得认可的新员工。起初，他依赖记忆中的销售话术与客户交流，但效果并不显著，这让他感到些许失落。然而，在负面情绪即将吞噬他的那一刻，他意识到抵抗情绪并非良策，唯有接纳并妥善管理，方能前行。于是，小曼开始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将失败视为提升能力的契机。每天下班后，他都会沉浸在销售沟通的书籍中，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，勤奋地做笔记。在实战中遇到难题时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向导师请教，力求不断进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曼的业务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，她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稳定。面对同事们的疑问和担忧，她总是以笑容回应。面对情绪，我们不应逃避或抗拒，而应学会接纳并适时调整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职场中更加从容不迫。最终，凭借着这份坚持和努力，
小曼不仅顺利通过了试用期，还成功谈成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大单。正如曾仕强教授所说，做任何事情之前，我们都要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情绪稳定了，做事才有效果，否则只会事倍功半。一个女人所展现出的福相，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从天而降，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修养逐渐培养出来的。情绪稳定不是一个标签，也不是一种束缚，而是一种专注于绽放自己最佳状态的修炼方法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能够滋养和积累内在的能量，从而显现出一种有福之乡的气质。3. 不多言，专注守好自己的福相。星云大师曾说过一句话：不多言，少烦恼。人生中，言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一旦话语出口，便如同泼水难收，无法轻易挽回。因此，在与任何人交流时，即便是与我们最为亲近的人，我们也应懂得在恰当的界限内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。面对不同的对话者，我们的身份与角色也会随之转换。在这样的情境下，我们必须谨慎选择言辞，避免说出任何越界或不适宜的话语。因为很多时候，尽管我们的初衷是出于好意，但每个人的理解与接受程度各不相同，这会导致我们的言辞被误解或产生偏差，进而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困扰与麻烦。表姐曾向我分享了她与闺蜜之间的一段经历。她的闺蜜与丈夫关系紧张，频繁争执，常向表姐倾诉心中苦楚。表姐总是耐心倾听，待其情绪稍缓，再给予适时的安慰与引导，希望她能自我释怀。然而，一次不经意的劝说却意外地让表姐陷入了困境。那天，表姐初见闺蜜便注意到了她嘴角的伤痕，心中顿生疑虑，连忙关切询问。果不其然，闺蜜的遭遇正如表姐所担忧。出于好意，表姐恳切地劝道，暴力行为一旦开始，便无休无止，你的未来恐将布满荆棘，离婚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，表姐凭借对闺蜜的深刻理解，条理清晰地分析着现状，自认为完全是从闺蜜的角度出发，所言皆在情理之中。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乎表姐的意料。分别后不久，表姐便被闺蜜无情地拉入了黑名单，昔日情谊瞬间化为乌有。更令表姐心寒的是，闺蜜竟在朋友中散布对她的不实之词，导致外界对表姐产生了误解与偏见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表姐虽感委屈，却也无力辩解。此事虽对她造成了一定的影响，但也让她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言行。自那以后，无论周围人如何抱怨，如何委屈，表姐都选择了沉默是金，不再轻易发表个人见解。很赞同网上的一段话：话多讨人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看待事情的方式，过于插言对方生活会适得其反，不如顺其自然，让对方在自己的实践中得到真正成长。不多言，不先入为主，不轻易给出建议，而是倾听对方的想法，尊重他的选择。女人唯有专注于守护自己的内在力量，方能逐渐累积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之相。4. 随遇而安，造就专属于自己的福相。三毛曾说，世间的人和事，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，我们只需要把自己修炼成最好的样子，然后静静去等待就好了。生活是最大的修炼场，你我皆行走其中，经历着命运的洗礼，各自咀嚼着生活的甜酸苦辣，不执着于过往云烟，珍惜并把握此刻的每一刻，显得尤为重要。世事纷扰，我们当以平和之心应对，不忧虑未来，不混杂当下。对于已逝之事，则淡然处之，在命运的洪流中学会随遇而安，才能拥有自己的福相。1977年，青岛的臧健和与她的华侨丈夫共度了8年婚姻生活后，
为了与丈夫团聚，她毅然辞去了工作，携带2个女儿坐上了前往泰国的航班。然而，当她满怀期待地憧憬着重逢的喜悦时，命运却对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原来，她的丈夫因多年未育有儿子，已在泰国另娶他人并诞下一子，而这一切都是在臧建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。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她发现自己曾经的幸福与美好已如镜花水月般破灭。面对丈夫的背叛，她选择了放手，不再留恋过去的家庭。面对命运的捉弄，臧建和没有选择逃避或抗争，而是坦然接受并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。她放弃了在丈夫家享受安逸生活的机会，坚守自己的尊严和独立，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为2个女儿创造未来。离婚后，臧建和失去了经济来源，为了养活女儿，她不得不同时打3份工。然而，生活的艰辛并没有击垮她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她想起了自己的包饺子手艺，于是决定在码头摆摊卖水饺。起初，她的水饺摊生意并不景气，因为口味偏北方，难以吸引南方食客。但臧建和没有放弃，他不顾自己患有糖尿病的身体，夜以继日地试验和改进配方，寻找适合南方人口味的面粉和馅料。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多次尝试后，他的水饺终于赢得了广大食客的喜爱和认可。随着生意的逐渐好转，湾仔码头水饺这个品牌也逐渐在当地乃至全国范围内声名鹊起。而臧建和本人也从一个孤立无援的单亲妈妈，成长为备受尊敬的水饺大王。在曲折多变的人生旅途中，难免遭遇诸多不如意。然而，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平和，便能在纷扰中洞察深远，思考透彻，明辨是非，从而积聚起突破困境的力量。顺应自然，随遇而安，便能感受到内心的安宁与世界的和谐。命运如同一位神秘的旅伴，变幻莫测，无人能预知他下一步的轨迹。可那些随遇而安的人，总能在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后，沉淀自己，与过去言和，最终成就自己的福相。一个女人想要拥有长久的福相，便需主动自我修炼。聪慧的女人深知一切源自内心，外在境遇皆为内心世界的映射。她拥有强大的思维，无论何种挑战皆从容不迫，不轻易责怪，内心自信而强大，光芒四射，情绪稳定是她内在力量的基石。她不会盲目附和，而是坚持自我，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世界的喧嚣。她懂得言语的分寸，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度的距离与清晰的界限，专注于自我福泽的培育，活出真我，绽放独特的魅力。她随遇而安，不畏惧任何困难，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，靠自己成就辉煌。最后，愿你我都可以养成属于自己的福相，坚定而又充满力量地过好自己的一生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